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來拆解一個讓許多人感到無力又憤憤不平的問題：為什麼在全球氣候變遷這件事上，富裕國家似乎總是在辜負貧窮國家？你知道嗎？很多人直覺的反應可能就是那些有錢國家太小氣了，不願意為他們過去制造的污染買單。但事情真的只是這麼簡單的錢問題嗎？如果我們把所有的焦點都只放在誰該付多少錢上面，會不會反而讓我們忽略了藏在冰山底下那個更深層、更結構性的問題？好，首先我們來談談第一個普遍的迷思，就是很多人都把氣候援助當成了唯一的解藥。每次召開國際氣候會議，你會發現鎂光燈的焦點幾乎都離不開錢。開發中國家，也就是那些承受氣候變遷最劇烈衝擊的國家，他們開出的援助需求清單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1.3兆美元，但另一邊，以開發國家所承諾的金額卻只有3000億。你看，這中間巨大的落差，讓整場會議變成了一場數字上的拉鋸戰，好像這只是一場商業談判，而不是關乎人類存亡的危機處理。這種把所有問題都簡化為金錢的思維模式，其實非常危險。它會創造一種幻覺，好像只要雙方在價格上達成共識，氣候危機就能奇蹟般的消失。但我們得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驅動整個世界的經濟遊戲規則沒有改變，那就算投入再多的錢，真的能填補這個無底洞嗎？這種只談錢卻不談根本問題的模式，就導致了一個必然的結果。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為什麼長達數十年的氣候談判，最終往往只淪為一場又一場的空談。這個無力感強烈到連體制內的核心人物都無法再忍受。今年第30屆聯合國氣候大會的主辦國巴西的氣候談判代表就公開直言，我們需要一個超越空談的新時代，我們必須將已經同意的事情付諸實踐。這番話由主辦方自己說出來，聽起來格外諷刺，對吧？而年輕的環保活動家 Greta Thunberg 更是毫不留情地用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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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形容這些會議。他甚至還嘲諷說，這些談判代表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成功地稀釋了他們自己的廢話。這句話可以說精準地捕捉了全球公眾的失望與挫折。但你知道最諷刺也最驚人的是什麼嗎？在過去這30年，也就是這些所謂的氣候高峰會密集召開的這段期間，人類有史以來累積的碳排放，竟然有超過一半是在這段時間內排放的。這個數字說明了一切。我們一邊開會承諾要減碳，另一邊卻踩足了油門，加速衝向懸崖。所以你看，問題的症結點已經不是誰出多少錢，或是談判技巧好不好了。接下來，我們就要深入核心，來談談整個經濟體系的預設值到底出了什麼根本性的問題。經濟學上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概念，叫做公地悲劇。簡單來說，當一項資源是大家共同擁有，卻沒有人需要為它的損耗負責時，比方說乾淨的大氣層或海洋，每個人出於自身利益都會傾向於過度使用它，最終導致資源的枯竭與破壞。我們的氣候危機正是地球尺度下最極致也最危險的公地悲劇。這個道理其實早在2000多年前的亞里斯多德就看得非常透徹。他說，最多人共有的東西得到的照顧最少，因為人們最關心的永遠是屬於自己的東西。這句話真的是點出了一個人性中亘古不變的挑戰，至今依然適用。過去傳統的經濟學把經濟運作看成一個獨立於大自然的系統，乾淨的空氣、穩定的氣候、豐沛的水源，這些都被當成是理所當然可以無限取用的免費生產要素。但現在，一種新的經濟思維正在崛起，它強調經濟是鑲嵌在自然之中的。這就好比我們必須把大自然看作一家公司的核心資產，如果我們為了短期獲利而不好好維護這項資產，它就會折舊耗損，最終導致整家公司，也就是我們的全球經濟面臨崩潰的風險。談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絕望，但接下來事情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折。真正的改變可能不是來自政治人物的道德呼籲，而是來自金融市場最冷酷的計算。
如果各國政府之間的談判已經陷入僵局，那我們還能指望誰來推動這艘巨輪轉向呢？答案可能就藏在這些名字裡。首先，我們看到像挪威的主權財富基金，這可是全球最大的投資基金之一，它的每一個決策都足以撼動整個市場，已經開始對它旗下高達96% 的資產進行全面的自然資本風險評估。在日本，金融監管機構也直接出手，強制所有上市公司必須揭露氣候風險，甚至在金融圈人手一台的彭博終端機上都加入了生物多樣性指數。這些訊號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這股力量還在持續擴大。華爾街的巨頭，像是摩根斯坦利、貝萊德，這些管理着數兆美元資產的金融航母，也開始調整航向，推出新的評估標準，把自然資產納入投資考量。但反應最快、感受最痛的，肯定是保險公司。因為他們是第一線的受災戶，他們親眼看着越來越多的地區因為頻繁的氣候災難，從可以穩定獲利的保單，變成了無法承保的巨大財務風險。這些金融機構為什麼會動起來？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良心發現，而是因為他們是世界上對虧錢這件事最敏感的一群人。他們終於意識到自己現行的資產估值模型存在一個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完全忽略了自然資本的耗損，也就是氣候風險。這就引導我們來到最後一個，也是最關鍵的觀點。最終的解決方案可能不是富人去拯救窮人，而是富人為了拯救他們自己。讓我們面對一個殘酷但真實的世界運作法則：規則是由有權力的人制定的，而這些規則極少是為了削弱他們自身的權利而設計的。但現在情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氣候變遷這個不可控的巨大变數開始直接威脅到這些掌權者的資產與權利，所以這一次為了自保，他們可能將被迫去親手改變自己建立起來的遊戲規則。換句話說，真正的解決方案最有可能來自於富裕階層終於意識到，他們不只是在辜負窮人，他們真真切切的是在辜負自己。當他們發現自己的海邊豪宅會被淹沒，金融資產會大幅縮水，權力地位會因此動搖時，那股改變的動力才會真正的強烈的湧現出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氣候危機的核心問題不只是錢，而是驅動全球經濟運轉的底層邏輯出了問題。第二，長達30年的政治談判，碳排放反而創下新高，這顯示傳統的外交途徑可能已經失靈。而第三點也是最關鍵的，真正的轉機可能來自金融市場出於自力的覺醒，因為氣候風險已經開始直接威脅到他們的資產。這留下了一個最終的問題讓我們思考：當世界上那些最有權勢的人終於意識到征服自然是一場他們不可能打贏的戰爭時，世界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改變？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